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花了好几个月，精心策划了一场完美的出国旅行，可能是要去日本来一趟高尔夫之旅，或者是准备到欧洲参加一场音乐交流，机票、饭店都订好了，心情超兴奋，结果到了机场柜台，准备要托运你心爱的吉他，或是那一套陪你征战多年的高尔夫球具时，地勤人员却面带微笑地跟你说，先生，你这个需要另外支付特殊行李费用哦，然后秀出一个让你下巴掉下来的金额，那个数字可能比你抢了好几个月的联航机票还要贵。瞬间，整个旅行的美好心情就在那一刻直接从天堂掉到地狱，你又急又气，想跟他理论，但后面排队的人龙已经开始鼓噪，飞机又不等人，最后只能摸摸鼻子，拿出信用卡刷下一笔完全不在预算内的开销。相信我，这种戏剧性的崩溃场面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的机场上演，很多人都会以为不就是一件行李吗？我的机票上面不是写着可以免费托运一件23公斤的行李吗？为什么我的乐器，我的高尔夫球具就不行？这就是今天这部影片要为大家揭开的。航空公司不会大声嚷嚷，但却真实存在的特殊行李收费潜规则，这些规则模糊、复杂，而且每一家航空公司的标准都不一样，常常让旅客一头雾水，一不小心就掉进收费陷阱，搞错一件事，真的，那个费用会让你心痛到不行。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下次在机场柜台成为那个欲哭无泪的最佳主角，那今天这部影片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而且我保证，看完之后，你至少可以省下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冤枉钱。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到我的频道，记得先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帮你省钱省事的旅游攻略了。好，我们直接进入主题。首先，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算是特殊行李？简单来说，只要你的行李长得跟我们一般认知中的方方正正的行李箱不一样，那它就很有可能被归类在特殊行李的范畴。它的尺寸、形状、重量只要超过了一般行李的规范，航空公司就会用另一套标准来处理它。最常见的，就像我们今天标题提到的乐器和高尔夫球具，另外还包括像是冲浪板、滑雪板、潜水装备、脚踏车、大型画作，甚至是神像等等，这些都属于特殊行李。为什么航空公司要这么麻烦，搞出一个特殊行李的分类呢？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是尺寸和形状，飞机的货舱空间是有限的，而且都设计成可以最高效率的堆叠标准尺寸的行李箱。一个奇形怪状的行李，像是长长的吉他硬盒，或是整组的高尔夫球具，它会占据掉非常不规则的空间，可能它旁边就没办法再塞进其他行李了。这对于分秒必争的航空业来说，就是一种空间成本的浪费。第二是搬运的困难度，机场的地勤人员在搬运行李时，大多是透过输送带系统，这些系统也是为标准行李箱设计的。特殊行李常常需要人工搬运，这不仅增加了人力成本，也提高了行李在搬运过程中损坏的风险。第三是物品的价值和易碎性，很多特殊行李，特别是乐器，价值不菲，而且非常脆弱，航空公司需要用更小心的方式来对待它，这也代表了更高的责任风险。所以，基于这几点，航空公司会针对这些麻烦制造者收取额外的费用，或是制定更严格的规范，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解了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先来聊聊让很多音乐人头痛不已的乐器。乐器大概可以分成3种情况来处理，可以当做手提行李带上飞机的小型乐器，尺寸尴尬，处在灰色地带的中型乐器，以及必须托运或为它买一个座位的大型乐器。我们先说最单纯的小型乐器，像是长笛、单簧管、小提琴、中提琴、乌克丽丽等等，这些乐器通常连同乐器盒、尺寸和重量都不会超过一般航空公司对于手提行李的规定。以台湾朋友最常搭的长荣航空和中华航空为例，他们手提行李的规定通常是长宽高总和不超过115公分，重量在7公斤以内，只要你的乐器装在硬盒里，并且符合这个规范，理论上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你的随身手提行李，直接带上飞机，放在你座位上方的置物柜里。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这里有几个重点你一定要注意。第一是硬盒，千万不要用软袋装你的乐器，然后想把它当做手提行李，就算地勤让你过了，你也可能会在登机口被空服员拦下来，
因为软带没有保护作用，放在置物柜里很容易被其他旅客的行李挤压而损坏，到时候责任很难厘清，所以一个坚固的硬盒是基本要求。第二，手提行李的额度是1件，也就是说，如果你带了一把小提琴上飞机，那你就不能再另外带一个登机箱了。你的小提琴就算是你那一件手提行李，你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个可以放在前方座位底下的小背包或手提包，这一点很多人会搞混，以为乐器是额外的，结果到了登机口才发现自己行李带太多，被迫要在现场紧急把登机箱拿去托运，那费用可是非常惊人的。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置物柜的空间。虽然你的乐器尺寸符合规定，但你知道的，飞机上的置物柜空间是先抢先赢，特别是搭乘廉价航空或是班机客满的时候，等你慢悠悠地上飞机，很有可能所有的置物柜都已经被塞爆了。这时候，就算你的乐器符合规定，空服员也可能因为找不到空间，而要求你必须将乐器交给他们，拿到货舱去放。虽然他们会说会小心处理，但只要一离开你的视线，那种不安全感，相信玩音乐的朋友都懂。所以，如果你要带小型乐器上飞机，我的建议是早一点去排队登机，一上飞机就先把你的乐器安顿好，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接着，我们来谈谈最让人头痛也最多争议的中型乐器，最佳代表就是吉他。到底吉他可不可以带上飞机？这个问题在各大旅游论坛、音乐社团，大概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人问，然后底下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搞得大家都很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吉他正好就卡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尺寸，一把标准的吉他连同硬盒，长度通常会超过115公分，甚至到120公分以上，这已经明显超过了手提行李的尺寸上限。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成功把吉他带上飞机了呢？这就是所谓航空公司的潜规则或是灰色地带了。这完全取决于3件事：当天的航班载客率、当天遇到的地勤人员以及当天遇到的空服员。这真的就像一场赌博，如果当天航班很空，置物柜有很多空间，地勤和空服员心情也不错，他们可能会通融，让你把吉他带上客舱，甚至帮你找一个空着的衣帽间或储物柜放好。我就有好几次这样的幸运经验，感觉像是中了透一样。但反过来说，如果那天班机大客满，每个人都大包小包，那你100%会在报到柜台就被拦下来，地勤会非常坚定地告诉你，先生，这个尺寸超过规定，一定要托运。所以，如果你打算赌一把，想要把吉他当作手提行李带上机，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失败。一旦失败，就只有2条路可以走，当场办理托运，或是放弃这趟旅程。如果你选择托运，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你的吉他保护得够好吗？如果是用一般的软带或木质硬盒，在托运过程中被摔坏的风险非常非常高。你上网搜寻一下吉他托运的悲剧故事，大概可以写成一本书。所以，如果你真的非不得已要托运吉他，一个专业、坚固的航空箱，英文叫 flight case， 是绝对必要的投资。这种箱子非常坚固，可以承受强大的撞击和挤压，但缺点就是它本身就很重，而且价格不菲。说到这里，一定有人会想，难道就没有更万无一失的方法吗？当然有，那就是为你的宝贝乐器多买一个座位。这个服务在航空业的术语叫做占位行李，英文代号是 CBBG。 像是大提琴、古筝这类体积更大，绝对不可能带进客舱，但又非常脆弱且昂贵的乐器，很多音乐家都会选择这个方案，为乐器买一个座位。听起来很奢侈，但你想想，一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提琴跟一张机票的钱比起来，哪个比较重要？要为乐器买座位，有几个程序要特别注意。第一，你不能直接在网络上订票，你必须打电话到航空公司的客服中心，告知他们你要携带占位行李，他们会用人工的方式帮你处理。你需要提供乐器的准确尺寸和重量，因为航空公司要评估这个乐器是否能被安全的固定在座位上。第二，费用的部分，占位行李的机票通常是购买一张没有包含机场税和燃油附加费的成人票，价格会比你想象中便宜一点，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第三，座位的安排，通常航空公司会把你和你的乐器安排在靠窗的座位，而且通常是舱壁后方的第一排或是最后一排，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其他乘客，也不会阻碍逃生通道。乐器上飞机会用安全带全程固定好，
就像一位乘客一样，选择这个方法，虽然成本最高，但却是唯一能保证你的月 RT 器能够安全完好的陪你一起旅行的方式。总结一下乐器的部分：小型乐器装在硬盒里，遵守手提行李一件的规定，尽早上飞机抢空间；中型乐器如吉他，想带上客舱就像赌博，要有被拒绝后托运的备案，托运的话务必使用航空箱。大型或贵重乐器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花钱为它买一个座位，在出发前请务必上你要搭乘的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仔细阅读他们关于乐器或特殊行李的规定，上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尺寸和收费说明，不要偷懒。这个动作可以帮你避免掉 90% 的麻烦。讲完了乐器，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另一个让很多旅行者感到困扰的大东西——高尔夫球具。跟乐器比起来，高尔夫球具的情况相对单纯一点，因为它的尺寸和重量基本上就决定了它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托运。你绝对不可能扛着一整袋高尔夫球具上客舱，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都要托运，那问题在哪里呢？真正的魔王就藏在收费方式和重量计算这两个细节里，这也是最容易让旅客掉进陷阱。在机场大失血的地方，在讨论收费之前，我们先要有一个基本认知。航空公司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传统航空公司，像是长荣、华航、国泰、新航等等；另一种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廉价航空，像是台湾虎航、酷航、乐桃等等。这两大类航空公司对于高尔夫球具这种运动用品的收费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先说传统航空，大部分的传统航空公司对于高尔夫球具是相对友善的，在计件制的行李政策下，也就是现在大部分非欧美长程线的方式，经济舱通常是免费托运2件，每件23公斤，一套高尔夫球具，只要它的重量没有超过23公斤，通常就可以被视为你的一件普通托运行李。举个例子，假设你飞美国的机票可以免费托运2件行李，那么你就可以托运一个行李箱，再加一套高尔夫球具，这样刚好用完你的2件额度，完全不需要支付任何额外费用。这听起来非常棒，对不对？但是一样有陷阱。第一是重量，一套标准的高尔夫球具包含球杆、球带，重量大概在15到20公斤左右，但很多人为了方便会把球鞋、衣服、帽子甚至一些杂物也塞进球具袋里，一不小心总重量就超过了23公斤。一旦超过，哪怕只是超过1公斤，你就要支付超重费，而国际航线的超重费是以件来计算的，那个费用动辄就是上百块美金起跳，非常可怕。所以打包前一定要先用体重计大概量一下，确保不要超重。第二是航线，虽然大部分传统航空对高尔夫球具很友善，但并非所有航线都适用，有些航空公司可能会有特别规定，例如某些特定航点或是在旅游旺季会将运动用品独立出来收费。所以最保险的做法还是那句老话，出发前上官网查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客服确认你搭乘的那个航班对于高尔夫球具的认定方式。如果说传统航空是友善的大哥哥，那么廉价航空在行李这件事上就是斤斤计较的会计师。对于廉价航空来说，机票本身只是一个把你从 A 点再到 B 点的权利，任何额外的服务，包括行李，都是要收费的，而且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你千万不要用搭传统航空的思维去推断廉价航空的行李政策。对于廉价航空来说，高尔夫球具100%会被归类在特殊行李或大型运动器材里面，它不是用你另外购买的一般托运行李额度，这是最多人犯的致命错误。很多人会想说，我买个25公斤的托运行李额度，我的球具才18公斤，绰绰有余吧？错，大错特错。当你到机场柜台，地勤人员会告诉你，你买的25公斤是一般行李的额度，你的高尔夫球具属于运动器材，需要另外购买一个运动器材的托运名额。这时候你只能在现场用天价来加购。那到底该怎么做呢？在你上联航网站订票的时候，在选择行李的那个页面，你就要仔细看，通常会有一个独立的选项叫做运动器材高尔夫球具或是类似的名目，你要在那个选项下面去做购买。这个费用通常是一个固定的金额，比如说一件1500块台币可以托运一套20公斤以内的高尔夫球具，你必须在订票时就先买好。这里就要讲到整部影片最关键的一个核心重点，
也是航空公司不会告诉你的潜规则，那就是线上预购跟机场现场购买的巨大价差。这个价差不管是在传统航空的超重费，或是在廉价航空的特殊行李费上，都真实存在，而且差异非常惊人。以廉价航空的运动器材托运费为例，网络上预购可能是一件1500块，但如果你没买，到了机场才要现场加购，那个价格很有可能就变成3000块，甚至更高，直接翻倍。航空公司用这种方式来惩罚那些没有事先做好功课，或是想要钻漏洞的旅客，同时也能加快在机场的作业效率。所以，请大家把这句话刻在心里，任何跟行李有关的费用，只要能在网络上事先处理的，就绝对不要拖到机场。这包括了加购行李重量、预购特殊行李名额，你只要花个5分钟，上网动动手指，就能省下好几千块钱，何乐而不为呢？讲到这里，我想穿插一个小小的呼吁，如果你觉得目前为止的资讯对你有帮助，请不要吝啬，帮这部影片按个赞，并且分享给你身边那些也喜欢出国打球或是带乐器去表演的朋友，你的一个小小的动作可能会帮他们省下一次在机场崩溃的机会。当然，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你自己带特殊行李搭飞机的经验，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都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大家互相学习，避免踩雷。好，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些更进阶的魔王关卡。刚刚讲的都还只是你搭乘同一家航空公司点对点直飞的单纯情况，但现实中的旅行往往更加复杂。第一个魔王叫做联营航班，或是说代码共享航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机票的航空公司跟你实际搭乘的航空公司是不同一家。举个例子，你可能是在长荣航空的网站上买了一张从台北飞往西雅图的机票，但你仔细看行程单，上面会有一行小小的字写着由阿拉斯加航空实际承运。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当你要托运你的高尔夫球具时，你到底该遵守长荣的行李规定，还是阿拉斯加航空的规定呢？答案是以实际承运的那家航空公司的规定为准。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陷阱，因为大部分旅客都只会去看卖他机票的那家航空公司的规定。如果你以为长荣可以将球具算成一件免费行李，但实际上承运的阿拉斯加航空却规定运动器材要额外收费，那你到了西雅图机场要转机或报到时，就会被地勤人员拦下来，要求你支付那笔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费用。而且因为你人已经在国外，语言不通，时间又紧迫，通常也只能认栽。所以在订购机票，特别是需要转机的长程机票时，一定要张大眼睛看清楚每一个航段的实际承运方是谁，然后把每一家航空公司的特殊行李规定都查过一遍。虽然很麻烦，但这是保护你荷包的唯一方法。第二个魔王是不同航空公司的转机，这种情况比联营航班更复杂。例如，你可能自己分段买了机票，先搭台湾虎航从台北飞到曼谷，再从曼谷转搭阿联酋航空飞往欧洲。在这趟旅程中，你的高尔夫球具就会被剥2次皮。首先，你在桃园机场要先付给台湾虎航一笔运动器材的托运费。到了曼谷，因为你不是买的联程机票，所以你必须先入境领取你的行李，然后再到阿联酋航空的柜台重新办理一次登机和托运手续。这时候你就要再遵守阿联酋航空的规定，支付一次可能发生的特殊行李费用，等于一件行李被收了2次钱。这在分段购买廉价航空机票去衔接传统航空长程线的行程中非常容易发生。所以在规划这种需要携带特殊行李的复杂行程时，我强烈建议尽量购买一本票到底的行程，也就是所有航段都在同一个定位代号里，这样通常行李可以直挂到目的地，并且只需要遵守主要承运航空公司的规定，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费用。讲完了这些让人头大的规定和陷阱之后，我们来点实际的，分享一些打包和应对的技巧。对于乐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前面提过，如果要托运，一个坚固的航空箱是必备的。在打包的时候，可以在箱子里面塞一些衣服或毛巾作为缓冲，但要小心不要超重。一个很有用的小技巧是，在把乐器放进箱子前，先把琴弦稍微放松一点，因为飞机货舱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很大，紧绷的琴弦有可能会因为热胀冷缩而断裂，甚至伤到琴颈。另外，在箱子里面放一张你的名片，或是有你联络方式的小纸条，万一行李外的吊牌脱落了，
航空公司还能透过这个方式找到你。最后，在托运之前，用手机把你的乐器和航空箱的外观从不同角度都拍几张照片存证。如果不幸发生损坏，这些照片就会是你向航空公司或保险公司索赔时非常重要的证据。对于高尔夫球具，打包的重点则是善用空间和控制重量。高尔夫球袋外层通常会有一个硬壳的航空保护套，这个也是强烈建议要使用的。在打包时，你可以把球鞋、打球穿的衣服、帽子、手套等都巧妙地塞进球袋的空隙里。这样做有2个好处：第一，它可以增加球杆之间的缓冲，避免在运送过程中互相碰撞；第二，它可以帮你节省行李箱的空间和重量。但还是要再三提醒，一定要控制好总重量，不要超过航空公司的限制，否则就得不偿失了。还有一个专业选手常用的小技巧，就是用毛巾把所有球杆的杆头包覆起来，然后用束带绑紧，让它们不会在袋子里面晃动，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杆头撞击受损的风险。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忠告，那就是购买旅游不便险和行李险。很多人会忽略保险的重要性，觉得没必要花那个钱，但当你携带的是价值不菲的特殊行李时，保险就是你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你要仔细看保险条款，确认它理赔的范围是否包含运动器材或乐器的损坏或遗失。有些保险甚至会理赔因为行李延误导致你必须在当地租借替代品的费用。比如说，你的人到了北海道，但你的滑雪板却被送到了冲绳，如果你有买对保险，你就可以去租一套新的雪板来滑，费用由保险公司来出，花一点小钱买一个心安，绝对是值得的。好了，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这部影片的几个核心重点。第一，搞清楚你的行李是不是特殊行李，只要不是方正的行李箱，都要有警觉心。第二，携带乐器，小型靠抢位，中型靠运气，大型靠潜力，买座位，托运一定要用航空箱。第三，高尔夫球具必托运，关键在于收费方式，传统航空通常算一件，联航绝对要另外买。第四，整部影片的精华，费用的天壤之别在于线上预购还是机场现场买，请务必提早线上处理。第五，小心2大魔王，联营航班和多航空公司转机规则以实际承运方为准。第六，打包有技巧，乐器重保护，球具控重量，拍照存证是基本功。第七，买对旅游保险是你最后的护身符。我知道今天谈的内容非常多，也很琐碎，可能一次没办法完全记住。我建议你可以先把这部影片收藏起来，下次要带这些特殊行李出国前再拿出来复习一遍。相信我，你花这10几分钟看影片，绝对比你到时候在机场花几千块钱买教训要划算得多。旅行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不要因为这些行前功课没做好而破坏了整趟旅程的好心情。希望今天这支呕心沥血整理出来的影片能真正帮助到所有需要带着心爱的伙伴一起去旅行的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特殊行李的问题，或是有更独家的省钱秘诀，都非常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分享出来，让我们的社群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最后再一次拜托大家，如果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价值，请一定要按下订阅键，开启小铃铛，并且把它分享出去。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更多优质内容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